这日月同辉的反噬之力还真是可怕。见过陛下，见过叔侯。这些日子你一直在翰林院修书，许久不见，可安好啊？很好。我无法胜任国家大事，修书写史倒是能自得其乐。只要我们君臣三人聚在一起，朕便回忆起儿时读书时的光景。你们二人与朕陪读，日日相伴。 真是让人回味呀！陛下关爱下臣，不忘旧义，乃明主。淑清，他这个人清爽得很，无求品高，满朝皆知。况且我们之间又有旧日之谊，不如淑清就让他高攀一回，与你结个亲家，如何？ 对于这门亲事，淑清可还满意？啊，这样吧，若是淑清觉得这个孩子出身单薄了一些，那朕就认他为义子，到时让他以皇子之仪出阁，如何？谢陛下恩典。淑清，你以为如何？ 事出突然，他倒是有些手足无措了。朕还是头一回见你这般模样，真是有趣。陛下如此安排，微臣心中欢喜，请容臣去告知那个不孝之子。毕竟是舒家世子，告知一声也是当然。来人呐！是，将赐婚之事告知成儿，让他也高兴高兴。另外。 准备些吃的，朕要与他们二人吃几杯酒。遵旨。见过陛下。那孩子怎么说？但说无妨。世子说谢过陛下好意，然后就让奴婢滚出去了。哎呀，这两国交战还讲究个不斩来使，这孩子。 竟然骂上朕的大内官，听他这意思是不同意朕的赐婚。陛下，这孩子成儿倔强，这几日啊又饿着肚子，恐怕是饿昏了头。朕不与他计较，坐下。慕容家一事，你们二人如何看待？大理寺定潘默和亲弟两桩罪名。 御史台参家风不严，子弟跋扈，这桩桩件件可大可小，生杀皆由陛下定夺。你说的倒是直白。前几日，成儿跟朕说，如要处置慕容婉清，就要连慕容家一起办。朕随了他的心愿，你知如何？这几日，成儿又来央求朕，要朕放过慕容一家。这不是给朕找麻烦吗？ 这俩孩子自幼交好，心意相通。慕容婉清素来重家门，想来他是央求着舒城放过一家大小，这才有了成儿的反复。绝非成儿存心捣乱。看看，这份情谊，像极了我们三人当年。唉，令人唏嘘呀。成儿年纪尚浅，从未经历过我们三人当年之事。 殊不知，若讲义气，需手中握牌，否则不仅自寻死路，还会连累他人。那就让朕好好教教他。传朕口谕：先杀慕容婉清，后诛慕容满门。遵旨。陛下，苏晴，朕依旧重视我们之间的情谊，朕没有变。 朕也希望你们也没有变。
不要以为朕重情义就可以为所欲为。臣谨记。一起用膳吧。慕容婉清偷吃了皇上的金鱼，传皇上口谕，赐慕容婉清3尺白绫。来人呐！怎么又是你啊，沈从？你我之间到底有什么牵连？你要如此干涉我的事情？果然是没有心肝的人。这种时候难道不应该先道谢吗？你可知道，我这一逃，不仅是慕容家，就连舒城也会受到连累。我只知道你现在还不能死。你怎知我今日有难？这几日，你只被关了一些迷糊。逃命需要体力，吃点东西，喝点水吧。这几日，难道你一直在？我一直在牢房外守着，看见他。我早就与你说得很清楚了，你我之间并无任何可能。竟然还能在这里自作多情。我说过，你的命是我的，除了我，没人能伤你分毫。牡丹会护送你离开，待到慕容家定罪之后，我自会取你性命。送我回去吧。回去你会死的。就算死了，我也不能做慕容家的罪人。在他们眼里，你早就是个罪人了，他们都巴不得你死。你不是早就想取我的性命吗？不如就此一并吧，一会儿生一会儿死了，我真的受够了。我还没有看到你吃尽苦头，没看到你身经俱焚。我不会让你就这么轻易的死掉，太便宜你了。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？你我之间到底有什么仇怨？你要这样子对我？你要杀便杀，非毁真毒。你真当我不敢吗？我只给你这一次机会，赶紧随他离开。除非我死，不然我是不会离开的。自行回去吧。从今以后，你的生死不在插手。婉清，你没事吧？你让我陪你玩几天，谁知道是玩命啊？怎么，后悔了？哪有什么后悔不后悔的？事已至此，只要你好好活着就好。我死了之后，你就胡乱给我丢在乱葬岗，逢年过节，再给我烧点纸钱，我在下面也玩得尽兴。我尽量，但你也知道，我这人呢，记性不太好。随你便。如果我在下面碰到了好看的男鬼，一定会替你留一手。
都是我不好，连累你了。我向你赔罪。不许胡闹！你是大楚的第一世子，也是我心中最重要的人，不可以说软话啊！从认识你的第一天开始，为你做的所有事情，都是我心甘情愿的，没有什么后悔不后悔的。那我先进去了。婉清，皇上已经收回成命，不会再为难你了。你可以准备回府了。记得要好好吃饭。嗯。多谢你救了婉清。皇上已经答应我，只要我听话，就会放了他。你且放心，他性命暂时无碍。世子殿下，请随吾等回去。启奏陛下，大理寺宁远呈报，慕容婉清已回大理寺自首。知道了，那就让他回去吧。遵旨。我以为你不会再来了。原本是不想来的，但是忍不住想你。你答应那门婚事了？是啊，原本就到了婚配的年纪，更何况他还是我老师的独子。可你与他素不相识。不重要。这个苏荣清可以解决掉很多问题。婉清的生死，田家和舒家的矛盾，那我怎么办？连你也要逼我吗？别人可以逼你，为何我不能？你只不过是我脑海中的幻想，是我的思念所化。总有一天，我会把它忘了。到时候，你也就消失不见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得告辞了。我们以后永不相见了。好啊，反正我也想早点忘了他。你敢？我不许你走。我得走，不然你只会永远痛苦。深夜拜别，世子保重。你回来，你别走，深夜。
你好狠的心！传皇上口谕。微臣书成，聆听吾皇教诲。叔苏两家奉旨结亲，朕心甚慰。此乃大楚盛事，朕将设次婚宴宣告天下，并有燕国使臣来贺，还望书成能够言行得体，不失我大楚世家之风范。宴后便可回府居住，准备大婚。臣遵旨。恭喜世子了，次婚宴上会有燕使来贺，那便是国宴了，这是皇子才有的待遇。看来陛下是真的把您当作亲生孩子了。多谢内官，为在下宽心。成儿莫心急，稍后你便能见到荣卿。陛下取笑了。坐。谢陛下。坐吧。谢陛下。谢陛下。各位爱卿，与朕一起同贺苏卿与淑卿结为亲家。谢陛下金口玉言，为小女赐婚。谢陛下为犬子，则舒家世子为妻主。两位爱卿，你们先不要着急谢朕，今日你们两位定要好好喝上几杯，不醉不归。否则，朕的这道赐婚圣旨，可就要迟些日子喽。来。两位爱卿，按照大楚的规矩，此刻是否应该交换两个孩子的生辰了？启禀陛下，燕国使臣燕庄朝贺。好。列位爱卿，燕楚两国对峙已久，今日燕使前来祝贺，既是贺舒苏两家联姻，又是向朕求和，足以见我大楚之强盛。在此，朕敬过各位臣工，首当的便是世家之首淑卿。贺我大楚强盛，愿我大楚永昌。大楚强盛，大楚永昌。启禀陛下，燕庄朝贺。燕国使臣燕庄见过大楚国皇帝陛下，愿大楚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。燕使一路劳顿，辛苦了。今日大楚皇帝陛下赐婚大楚第一世家，外臣愿为陛下锦上添花。外臣奉上燕国国书，此后燕国愿退兵边境，年年纳贡，愿两国交好，不再有纷争。燕国皇帝的意思，朕心已明了。愿燕楚两国永世交好。成儿，臣在。
燕氏是为了你的婚事来锦上添花的，这国书，你来接吧。是。世子接过国书之后，外臣愿献舞一曲，为您助兴。来人，护驾！都别动！你大楚的世子在我手中。 谁敢上来？慢着，莫要让他伤了成儿。大楚皇帝陛下，吾等请世子去我大燕做客几日，待到边疆安宁，定当将世子送还。若陛下执意阻挡，我等也只好先请世子归天了。别！皇上，臣甘愿一死，也不会让我大楚受辱。成儿。 慢着，让他们走。世子，看来这独舞也只有回大燕才能为你跳了。还请陛下不要命人跟随。只要你们不伤害成儿，朕可以放你们走。但是，你带话给燕国皇帝，若是成儿出了半点闪失，朕必会踏平燕国。陛下放心，只要陛下诚心让我等离开，世子一定安全。你们让开。 退下！成儿，成儿！笑话，天大的笑话！竟敢当着朕的面劫走成儿，他燕国简直欺人太甚。大理寺何在？臣在。立时查办礼宾院，找出可有人私通燕国，即便没有，也要治所有人的失察之罪。是。慢着，不用查了，先将礼宾院查封，全部下狱。臣遵旨。陛下。 臣请旨携禁卫营沿途追截燕庄一行。不可，成儿是你舒家世子，你不可不顾他的性命啊！可是到了边境，成儿就实实在在成了掣肘，与我大楚不利呀！臣不能因为他而徇私。淑清，有你这番话，朕更不能让成儿涉险。他燕人掠走成儿，无非就是要挟朕。朕豁出去割地让城，也要保成儿性命。 万万不可呀，陛下！臣不能做大楚的罪臣。不要多说了，朕意已决，这个罪，朕跟你一起担了。朕当成儿是自己的女儿，朕不会让她有任何闪失的。陛下，臣绝对不会因为成儿让大楚受损，请陛下放心。好，都退下吧。是。 外臣见过陛下。外臣母亲来信，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，只待陛下一声令下。儿臣参见母皇。一身甲胄，寓意何为啊？儿臣请旨，领兵截杀燕国使臣，抢回书城。 你还是老实待在东宫吧，朕不准。
求母皇给儿臣建功立业的机会。朕太了解你的心性，做事太过鲁莽。且不说你能不能截得住刺客，就算你截住了，你会顾及舒城的性命吗？母皇，说到底，舒家是臣子，既然他们已成伟大不掉之势，不如借着燕国人的手，将他们除之而后快。住口！你以为就你最聪明？如果这么容易就能扳倒舒家的话，朕用你啰嗦。切记，想要除掉舒家，必须步步为营，切勿莽撞。朕知道，你从小就记恨舒城，不过现在还不是你泄私愤的时候。母皇，还有，下次再见朕的时候，不要再持剑披甲，否则朕会以为你要谋权篡位。儿臣不敢。哼，就你这个草包性子，谅你也不敢。记住，他舒城不会因为咱们天家而死，不过朕也不会让他成为咱们将来的大患。见过大人。他怎么样了？兄长刚刚脱了血，伤口也崩裂了。先下去吧。是。哎，别起来，快躺好。将心运功，终究还是差了几日调息。我这般样子冲过去，只怕于事无补，还会害了他。不止，还会落了真容。你做得对，且先好生休养，外面的事都在想办法呢。那皇上可是让燕氏挟持舒城离开了京都？是的，并未阻止，也没让舒家出兵截击，说是担心城儿有危险。他出境内，舒城是不会有危险的，但到了燕国就未必了。他表面上看起来是想促成这门婚事，实际上是另有图谋。你是说，这是皇上安排的？母亲以为呢？只要你不伤害成儿，我可以放你们走。一味的阻止截击看似好心，细想起来确实蹊跷。一旦舒城到了燕国，对方会以舒城为人质，要挟舒家，这对大楚是大大的不利。皇上从来不是会让步的人，这不是让自己置于两难吗？他或许会让步，而且会一味的让步。他会争一个体恤大臣、重情重义的名号，然后把楚国上下的民怨全都甩到舒家的身上。若真是这样，他可是越来越狠毒了，竟然利用一个孩子。可有对策？原本以为我活出性命，能换回他信守承诺，可没想到他是铁了心要舒城死，还得让他死得极有价值。只怕舒城的死，最好是能成为舒家毁灭的起因。这才是他的本意吧。事发已经7日，他们应该已经到了边塞。皇上明令我们不得截击，说是为了成儿的安全考虑。可家主又送来急信，让我们务必出动拦截，严明不计生死，包括成儿的生死。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若世子真被带入燕国，我军和舒大人将处于被动的位置。舒大人深明大义，末将认为应当及时出手，
不可。世子乃是咱们未来的家主，全军统帅。末将觉得，应当从长计议，一切以世子的性命为先。都督，燕军已经前进30里，越过边境，一来接应贼兵，二来试探我军。无论如何，请都督快做决断。那就截击贼兵，全力保护世子。若世子有任何闪失，本将当自裁，以谢家主。是。禀都督，营外有人求见都督。军务紧急，谁都不见。来人称是为世子之事，一定要见都督。到了边境，自会给世子大人松绑。这几日就委屈大人。不过呢，世子放心，这几日小人会尽心伺候。你知道自己惹上大麻烦了吗？世子不是大麻烦，而是我大燕国最大的护身符。若是楚军得知世子落在了我的手里，必不会与我大燕军队开战。世子一人可救我大燕将士成千上万，世子功德，燕庄铭记。所以，就算我大楚退让，你也不会放我回去了？那是自然，既得了世子，哪能轻易还回去呢？你倒是坦诚的让人讨厌，那不如再坦诚一点，直接告诉我，劫持本世子是否是皇上授意呢？世子也是直白，若没有贵国皇帝的参与，哪能这么顺利呢？原来是想借燕国之手杀了我。不止啊，先让大燕利用你得些好处，我母亲的声望会更高。哦，忘了介绍了，我乃大燕国宰相燕如之子，见过世子。想不到燕使身份尊贵，失敬。那敢问燕使，准备何时动手呢？小人见过都督。敢问都督，世子之事可有了主意？事关重大，书皇无可奉告，还请阁下表明身份，说明来意。奉我家兄长之命，请都督放燕使与世子离开大楚边境。大胆！原本是利用完世子之后，先将世子杀掉，然后坐等大楚的人来找我们拼命。届时我大楚会无力抵抗地丢掉一些城池。待民怨沸腾之际，我母亲会逼皇帝退位。你真的不用这么坦诚，与我无关的事情，我一点儿都不感兴趣。这才表示了我绝不会放你回去的决心嘛。这等话都说了，自然是把你当成自己人。到时我母亲登基，再做反击。然后我大楚的那位皇上就会掣肘我们舒家，或者暗通你们出卖我们舒家。等到大楚的民怨沸腾之时，就会说我舒家因私废公，再对舒家下手，夺兵权，御驾亲征，攻城略地，两国修好，各自得利。世子聪慧，这就是原本的计划。原本？现在有什么改变吗？我总觉得楚皇阴狠，不是一个好的合作者。但我觉得你是个好的合作者。难道你真的以为本世子会卖国求荣吗？我不会杀你，还会拼命地保护你，因为我决定了与你成亲。倒是逼得你舒家不得不反，燕庄与大燕国会全力辅佐你。到那时，燕楚两国永世修好，亲如一家。世子殿下，意下如何？有
有点想吐。阁下可是要本将将世子交给敌人吗？看来，你兄长意图不轨啊！我家兄长要救世子之命，也要救都督之急。任谁打着救世子的旗号都能左右在下的话，我这都督算是到头了。想必，都督收到了皇上与舒大人的命令，也只有他们能让都督左右为难了。我这里有第3人的手书，兄长，托我转交给您。你是苏启派来的人？是。苏大人还有一句口信捎给您，他说，自己与都督一样，只想护世子周全，并无旁的意思。这一点，都督该是非常清楚的。那他们打算怎么做？请都督放阉贼与世子过境，我家兄长自有后发先至之法。已经到了我大燕的边塞境地，世子大人可以好好休息了。世子大人可察觉出有何异样吗？少废话，想说什么直说。原本我最担心书皇拦截，现在看来却是有意避让。书皇大都督是世子的姨母吧？这些年，你们吃了他不少苦头吧？书皇确实有些威名。但这一回，却识趣得很。吾乃大燕国宰相燕如之子，奉命带回大楚世子，速速开门相迎！速速开门！还是有些异样的吧？这里是我大燕领地，世子大人就不必抱有希望了。把门打开。是。世子，请。果然在这里等你是对的。陛下，苏公子到。见过陛下。啊，又是大半年没见了。朕一直在关注你，不错，很有长进，没有让朕失望。朕说过了，跟朕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自在一些。我看看，哎呀，长高了，也壮实了。来，安廷正在逐步脱离朕的掌控。那余淮的反骨已经藏不住了。这些年花在你身上的心血，也该是见到回响的时候了。依朕看，你与安廷之间可以较量一番了。朕对你是有信心的。看见那片兰花了吗？因为你父亲喜欢兰花，朕命人种下，以慰藉对他的思念之情。今日是你父亲的寿诞，也是这片兰花开得最盛的时候。
若是你父亲能看到这片兰花，能看到他与朕的儿子，那该多好啊！父亲泉下有知，定是明白陛下的心意。或许今日的兰花，也是他在表达对陛下的思念之情。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吧，最近对你父亲的思念更甚了。纵有千般不是，朕都已经不计较了。况且当年，你父亲是受人蛊惑，才参与到谋逆之中。说实话，朕从来都没有怪过他，更没有想过要处置他。叛乱刚刚平息，朝局不稳，舒家又握有兵权，他执意要诛杀你父。朕受他逼迫，无能为力，好不容易把你救出来，藏在苏启身边。是朕对不起你们。还请陛下保重身体，切勿悲伤。这么多年，朕步步惊心，处处为营。如今，总算有了一些对抗舒家的本钱。孩儿，你且放心，朕一定会跟他把这笔账算清楚，到时候再堂堂正正的把你接回到朕的身边。陛下教诲，荣卿谨记。记住，这是咱们母子的仇，需咱们联手除掉舒家，以慰你父在天之灵。但在此之前，你要替我除掉隐患。这暗亭，便是隐患。一切全凭陛下做主。但荣卿斗胆，若是荣卿侥幸灭了暗亭，并能活下来的话，还请陛下恩赏。好，想要什么，尽管说。荣卿也到了出嫁的年纪，还请陛下为荣卿寻一门婚事。哎呀，还是长大了。好，朕答应你，事成之后，朕在满朝重臣之间为你寻觅一门。荣卿已有心仪之人。哦，相中了何人呢？舒家世子，舒成。母亲大人，喝茶。这次远行的手札我看过了，落霞庄和药王谷的事做得很好。记着，结交一些朋友，要远比你杀了什么人、学了什么武功重要的多。孩儿谨遵母亲大人教诲。见过他了。可是又让你行什么凶险的事吗？他让我灭了安亭。果然是极凶险的事。这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他会让你接手安亭，再让你配合他对付舒家。那当年之事，真如他所说吗？当年他与舒柔携手平乱，我并没有参与，许多事我不知详情，但舒柔的狠辣多半是真的。那些忠于三皇女的2万将士和1000余皇族，都是他下令诛杀的。那么多人民，要是没他的命令，舒柔岂敢？不过这般雷霆手段之后，哪儿还有什么真相？全是他说了算。孩子，旁的事为娘所知不多，但有一件事为娘是清楚的。若是神权真的在天有灵，他只愿你好好活下去。这次过去，
我跟他提了一个条件。舒城，你这孩子当真大胆！他让你对付舒家，你却要嫁给舒城，这不是存心与他为难吗？他答应我了。他是要你打入舒家，里应外合。若真是这样，你对舒城的心意，定会害了他，也害了你。半生浮华，不过是一池流沙。情深折在油纸伞下，咫尺天涯，斩不断那一缕月光。你身旁是我到不了的远方。窗外觥筹交错，琵琶声响，何人泛舟湖上，灯影摇晃。奔遍天下，不及此刻这一场。我看过硝烟里的风沙，古城里的繁华，却想与你共白发。执手相看，小桥流水，又到谁人家？几段芳华，蹲过几场落花，人间荒唐又何妨？奈何这江山如画，我愿与君共赏。果然在这里等你是对的。是你吗？来者何人？不是我还有谁？你不是死了吗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有亲口跟你说过我死了吗？都是你有理。行了吧？放下剑。行了，别白费力气了。收皇的人马没有拦截住你们，那是因为他去挡住你们燕国的驻军了。我们现在有大把的时间在这里耗。你往南边走，那边有舒家的军队。我不走，我还有很多话要问你呢。你若不走的话，便会再次成为人质。到时候楚国怎么办？舒家怎么办？大不了就是一死。我不怕死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。你若是一死，会有2国百姓都跟着你陪葬。能活还不活，偏要将2国百姓拉入这浩劫之中，这是你舒城应该做的事情吗？我答应你，从此以后我会一直陪着你，但是你得先走。走啊！你究竟是什么人？
今日你动了书城，那你我就是敌人。没想到大主还有你这样的人物，放我们离境，令所有人放松，却在大营里劫杀，好手段啊！是啊，谁也想不到我会在这里动手。我以为世子被绑，你们总要从长计议，起码先谈再战，哪知道会有这般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谋划。哪有什么谋划？只不过见不得他受委屈罢了。你是喜欢舒晨的是吧？好巧，我也喜欢他。掳他回燕国，就是为了同他成亲的。很好，你说完这话就是个死人了。不能再失去你了。走，走。书城，沈夜，沈夜。沈夜，不是让你走吗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燕庄，你休想再动他！世子，我说过要与你成亲的。他是我提你何干？沈夜，沈夜，沈夜，醒一醒！沈夜，你醒一醒！沈夜，沈夜。我既然回来了，就不会再留你一个人。我就算背你，也要把你背回楚国。沈夜，你醒醒！别睡了，沈夜，你再坚持一下。别睡，别睡。沈夜，沈夜，沈夜，你醒醒！沈夜，沈夜，醒醒！沈夜，世子大人何必受这些苦呢？我们走了一个晚上，醒来还是这个鬼地方。不过你别怕，我一定能带你活着回去的啊！放下我吧，否则我们两个都得死。放下我，往南走，到了大楚你就安全了。我不要，我既然选择救你，我就不会一个人活着回去。我选择不了和谁缔结婚约，但是我可以选择现在要救你。我不会让自己后悔的。起来，赶紧走。沈夜，别睡，沈夜，你别睡，
别睡，沈夜，你醒醒，醒醒，沈夜，醒醒，沈夜！你混蛋！你知不知道这段日子我有多担心你？沈夜，你活着，你为什么不回来找我？回答我，别睡！回答我，沈夜，别睡！我找你，也找得很苦。沈夜，沈夜，沈夜，你别睡，你别睡，沈夜，我带你走，我带你走。你再见识一下。我先拿回去了啊。大夫，大夫！什么人呢？救命啊！有人吗？大夫，大夫！大夫，他怎么样？这位公子的伤虽然严重，原本不至于危及性命，但他体内先前就受了极重的伤，本该好好调养，可他还没有痊愈，就又长途跋涉，令旧伤加重。他身上的伤是新添的吧？真不知什么重要的事情让他这般不顾及性命。大夫，你一定要救救他，拜托你了。老身行医多年，用如此名贵的玉佩作为枕巾，阁下是第一位。看阁下与公子的装束，不是我齐女族的人。我们是楚国人。他是我私定终身的夫君，只因为家里不同意，才私奔至此的。原来是一对有情人。大夫，大夫，他能不能醒来，还得靠他自己。如果醒来了，你再付枕巾也不迟；如果醒不过来，你还要用钱给他办后事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炸都炸不死，这次一定不会死的，对不对？你好不容易才回来了，这次你千万不能有事，别再离开我了。沈夜，你能听到我说的话，对吗？
沈夜，你什么时候才能醒啊？我说了，我要带你回大楚，你也不会弃我而去的，对吗？你醒了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那我们说好了。你都听见了。这是哪儿？这是奇女族。哎，你没事吧？奇女族附属于燕国，你现在马上走。大夫说了，你要好好休息，再经不起折腾了。到时候他们得知你的身份，你想走都难。你把我放这儿，你赶紧走。只要你醒了就好。来，我喂你喝药，躺下。你回来了，不是让你好好躺着吗？也该下床活动活动了。我先做点吃的，你先洗手啊。没事儿，不小心弄的。我给你做饭。马上就好，等一下。菜好了。你身材还弱得很，怎么不做点好的补一补啊？做什么？你不是要养我吗？向世子大人讨点火钱，做点好的呀。这替人写信作画的生意不好做，还没开张呢。早说你不知民间疾苦吧？那么贵的字画，谁找你写啊？本世子的书法丹青很值钱的，是他们不识货。我教你一个新的民间疾苦吧。妻主不给火钱是没得饭吃的。谁是你妻主？你这家伙，平日里我赏了你那么多金银，今日居然为了一顿饭跟我伸手。不吃就不吃。哎呀，还是那房东大伯看得真切啊。他说跟着你过不上好日子，让我早做打算。什么打算？他看我长得俊俏，说再给我寻个富贵人家，顿顿有肉吃。准备些干草，去把他家烧了。哎，住着人家的房子还要烧人家的房子，此事怕是不妥。但是这口气，我帮世子大人出了。
我偷了他家后院一只老母鸡，现在就在锅里炖着，我去给你拿啊。哼。七主不给火钱，只好自己想办法了。那就看在这只老母鸡的份上，原谅他。来，好喝。你今日究竟去哪儿了？今日没生意，我去了趟药馆，跟大夫上山抓了几味药。医馆的事情何须你亲自动手？还不是因为医你的药名贵难寻，不得我亲自出马。你还真不让我吃饭啊？虽然本世子的名声是不太好，但是也不至于饭来张口吧？好好吃饭。好吃吧？这是干嘛？行善需要一整天，脚都磨得不成样子了吧？给你泡泡脚。哎，不是我照顾你吗？你都亲自为我上山寻药了，我不得好生伺候啊？明日是祈女族的祭祀礼，我们去祈福吧。你是七主，我听你的。这就是掩人耳目的说法，你也不用时时都挂在嘴上。来，让我们一起举起酒杯，来！相传，秦女族的祖先是由西部过来的。当初各部混战，他心爱的女子去了战场之后，便再也没有回来。他便带着他的思念，找遍了整个战场，整整10年。后来，他在这里找到了他爱人的营地和坟，他就一直守在这里，直到死去。后人建立的部落便叫做齐女。可惜没有一个好的结局。也许这就是最好的结局吧。如果我不是世子，说不定我们可以在这里生活，远离那些纷纷扰扰。可你偏偏就是世子。你愿意为了我，放弃你世子的身份，还有那些责任吗？还有你的未婚夫苏荣钦。
你知道那最高处的花环代表着什么吗？什么？它是由琴女座的圣花编织而成。相传，得到它的人和他的爱人会得到花神的祝福。真的吗？不要命了！你是我的妻主，为你摘到花环，不是我这个主君应该做的事情吗？来，好啊！真好看。琴女族的花神，祝福你们百年好合，相守一生。时光的旧事，语言无词，恨不能重拾。怅然若失，周而复始，是你的名字。两位远道的客人，祝福你们。两位已知，我齐女部附属大燕，很抱歉，齐女族世代安宁，不能因为二位而与大燕为敌。老身既是医者，也是部族的长老，不得不。李姐，在我走后，请帮忙照顾好他。大楚世子，书城在此。见过书城世子，不必多礼。世子让本将军找的好苦啊！来人呐，都给我拿下！慢着，此事与他人无关，要带走就带走我一个。你当这里是你们大楚吗？由不得你说话，给我上！若是你们要带走他，我就立刻自尽于此。一个活着的世子，总比一个死了的书城要更有用。本将军听说世子身份尊贵，在大楚国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确实活着比死了管用。世子，请。你带来我的花环，你就是我的妻主。你说过要带我回大楚。对不起，这一回我恐怕要食言了。世子，请。你们是逃不掉的，这里已经被团团包围了。
林一母的军队也到了，你现在可以选择跟他们离去，也可以选择跟我远走，不问世事，逍遥快活。我身为舒家的世子，不能任意妄为，只能辜负你了。沈夜，这些日子我会铭记一世。愿你今后平安喜顺，逍遥一世。就此别过，再不相见。撤！末将白孝堂见过世子，世子一切可安好。免礼。南车避雨。是。护送你们兄长离开。兄长，走吧。请世子快随末将撤回大营。诸军听令，分成2列，左右困住敌军。世子，这是何意？这些燕兵全部带走。其女部是燕国属部，世子不能久留啊。若我们就这么离开，其女部会被燕国怀疑与我大楚勾结，必会遭燕军的报复。是我打破了这里的平静，他们只是在求自保，并没有做错什么。世子，传令下去。是。全部拿下。世子大恩。你娘会安排剩下的所有事情，没人会说你闲话，就怕3人为虎。姨母应该有所应对了吧？趁着寻你未受节制的机会，拿下了3座城池，这回咱们只赚不亏。还不够，我们还得防着皇上在朝中颠倒黑白。请姨母速派800里急报回京，令兵士沿途高呼“我军大捷，击退燕军，开疆拓土”。好，传令下去。是。1队人马不行，至少3队。第1队出发之后，第2队隔3日，第3队再隔3日，依次出发，全部要沿途高呼。陛下，边关急报。念，是。世子书城现已脱险，正于回京途中，不日抵达。真是命大。想说什么？莫不如我们趁他在回京路上，将他除之而后快。侄儿还想请姨母尽快打通我军至齐女族的通道。打通这里，并不能对局势有所帮助，反而会拖长了战线。侄儿想让姨母收了齐女族，让她归属于我们大楚。多亏了他们，侄儿才得以活命。我不能连累他们。况且，这齐女族位置特殊，一旦控制，便犹如匕首卡在燕军咽喉。若是得了齐女族这领地，便可以绕过皇家的嫡系，与白家军相连，形成犄角之势。舒家与白家世代交好，如此一来，我们的声势就更大了。那女帝就不敢再乱来了。不止，形成这犄角之势，对外我们可以更好的御敌，对内
若是他的人马有任何的异动，我们可以立刻包夹。姨母，机不可失啊！传我军令，九字营突袭西北50里，护住其女卒。敌军若有异动，明字营全力牵制。这块地方，我们要定了。是。谢过姨母。你既已回来，我便能放开手脚教训燕军，为大楚，也为你讨个公道。就从这里开始，也让边陲小部知道，咱们大楚恩怨分明。姨母威武。既已来到军中，便在军中多住些时日，远离朝堂，在军中历练，对你大有益处。若是之前，臣儿巴不得，可眼下，我得速回京城。动不得。此刻舒家势头正盛，动不得。他舒家简直就是因祸得福。传朕的旨意，让枢密院尽快接手和谈之事。朕要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是因为他舒城被燕人所掠，才使我大楚又起战事。但是朕依然会为舒城讨回公道。是。不让舒家独占风头，母皇高远。此时朕无论做什么，都是替他人做嫁衣。不过这嫁衣又不得不做。暗中散布消息，大楚上下接中了舒家的圈套，是舒家暗中勾结燕国宰相做局，扩张势力，威逼咱们皇权。母皇，这说辞未免有些说不通啊。说不通不要紧，没有证据也不要紧，朕只要他谣言四起就可以了。是，儿臣明白。另外，尽快安排舒城的婚事，既是奖赏，又是转移注意。是。心有所向，思绪越惆怅。若因秋霜，蝴蝶未成霜。昨夜阴凉，今夜思念。它是由奇女族的圣花编制而成，相传得到它的人和他的爱人会得到花神的祝福。时过变迁，碧波似流年，两人并肩，钟情。你带来我的花环，你就是我的妻主。你说过要带我回大楚。你现在可以选择跟他们离去，也可以选择跟我远走，不问世事，逍遥快活。我身为舒家的世子，不可任意妄为，只能辜负你了。如今你也安全了，我终究得回去继续我的使命，履行那道赐婚的旨意。我出生便享受世子的尊贵，便有相应的责任要承担。但是夜，我好舍不得你。
恭迎世子，禁卫营前来迎接世子回京。你们终于到了，很好。战马和战袍也备好了。红渊、南风在，帮我换上。孩儿拜见母亲大人。回来就好。看来也没什么大碍，娘就放心了。此番让母亲大人担心，还请您宽恕。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。皇帝从一开始就大肆宣扬舒家世子被掳走，连累了整个大楚，大损我们舒家的名誉。还好你反应快，连日分次派人传话，令沿途百姓得知边境大捷，书皇也算争气。如今战功坐实，我们与白家的联系也更紧密了。你这身风貌也是极好，身披铠甲，便是我舒家的世子边境磨砺而归，你被掳之事也可以看作是深入虎穴之举，做得不错。可孩儿惭愧，用这种办法，实在不是君子行径。你做得很好，舒家的脸面最重要。但是，不要低估了魏云兰。他下令和燕国和谈，表面上看是为你讨回公道，实则是在极力淡化这件事。而且他还制造了一个谣言，说是我们舒家早已私下里和燕国私通，制造战事谋利。好手段。还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告诉你，你得救的消息传来，他就立刻下旨给你赐婚，说是要尽快为你办婚礼冲喜。母亲，孩儿想去一趟慕容家。秋儿，给我拿杯水。再给我把那……怎么是你啊？见过三小姐。你大可以光明正大的来寻我。光明正大？嗯。你觉得慕容家的人会让别人看你吗？你现在自己什么处境，心里不清楚吗？你还看着？你转过去啊！我谢谢你来看我，但是我并不想让你看到我现在这副样子。沈从，这些是……慕容家一干人等，还真是不在意你死活，也不给你找大夫。这瓶药，每日服上1粒即可。我顺便给你带了一只烧鸡。烧鸡啊！有了它，我还吃什么药啊？这次连累了家里人，家里人有些生气也是正常的。不过我现在有了这个就够了。就当我计划先服了。听说三姐姐私招男人入府，
我倒要来看看是个什么货色。四妹妹，这位是姐姐的一个朋友。三姐姐还有朋友呢？敢问是哪家公子？姓甚名谁啊？凤楼，沈从。好啊，三姐姐，你刚刚才闯了那么大的祸事，险些连累慕容家满门，现在又私招欢楼的小官入府，你当真是不要我们慕容家的声誉了？不是的，四妹妹，她只是作为朋友来探望我，并非私会。我呸！一个欢楼小官也配做我慕容家的朋友？到底是个偏房生女，不知礼数。来人啊，给我拆了这个沈从，随我去见母亲。等一下，四妹妹，当给姐姐一个面子。不知羞耻的东西！我乃嫡女，你是什么身份，也配跟我讲人情？无耻！你们当真无耻！来人啊，给我绑啊！是。四妹妹，反了！你敢在我慕容家动粗？替他还你，这算小惩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让开，不然我会杀了他。沈从，不可，她是我妹妹。她有把你当过姐姐吗？那也是我慕容家的家事。世子大人到。成，你快劝劝他，让他莫伤了我四妹妹。世子大人，我见过你家兄长了，后来我把他赶走了。现在我有点后悔。见到他，我会转告。世子若没别的事，我继续了。继续，掐死了算我的。谁要找麻烦，尽管来找我便是。不是，成。哎呀！来，见过世子大人，你还真是固执啊！上次挨了打，这次还不乖一点？回世子大人的话，这次是他私招男人入府，败坏家风的。愚蠢！本世子要护着的人，就是无论有理没理、是对是错，我都要护着。这件事是没有道理可讲的。走吧，跟我回家休养。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呢。以后别把手放在本世子脚下，碍事。啊，成儿。
不合适吧？听闻你从大理寺出来，就一直在家中禁足，想必也没什么好待遇吧？这接二连三的事情，都是受成儿的连累。要不要我给你道个歉呀？啊，岂敢！舒大人言重了。舒大人言重了，是婉清自找的，婉清不敢。开句玩笑而已，何必当真呢？不过，你以后可以每天来舒家吃饭。这话可以跟慕容家的任何人说，我都认。母亲大人的意思是，慕容婉清与咱们舒家人一般无二了。哎，成儿，反正不是外人，吃饭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太医阁的医手说，苏荣清撑不了多久了，这是秘密，不要外传。一面为你老师惋惜，一面又觉得此事挺好，这份心态也是秘密，传出去是要出事的。难道母亲大人也希望他死？不然呢？我与你老师亲近，皇上与你老师也亲近。皇上赐下这门婚事，无非就是想用苏家来制约和削弱我们舒家。我舒柔从来没有觊觎过皇位，但是也绝不允许谁来制约我们。不过现在好了，苏荣清即便是撑到了过门，也撑不了太久。可若是那个苏荣清一直吊着那口气，吊个10年8载，可怎么办？如果他这么坚持的话，那我就送他一程。说他是病死的，想必天下人都信吧。所以这苏荣清进了咱们舒家，就等于进了鬼门关呀。可他毕竟是我老师的独子，所以呀，这是个秘密，除了咱们母女俩，谁知道？谁都得死呀！舒大人饶命！婉清什么都没有听见。舒大人饶命！哎呀，忘记他还在这儿。吃饭吧。三小姐，你要自尽？是啊，之前不管是在皇上那儿，还是在家里，不管什么事情有牵连，至少有你给我挡后盾。现在听了你跟舒大人的秘密，而且都是不该听的，我连后盾都没有了。或者实在是太冷，还是死了比较轻松。我这会儿正在沐浴，你要死，能不能晚点再死？不行，我就要死给你看，让你以后一沐浴的时候，你就想起我。你沐浴的时候，我的鬼魂就出来给你搓背。那你快点死吧。我现在正好想搓背，来。舒城，你好狠的心啊！你不仅可以眼睁睁的看着苏荣清死，这就算了，你还能眼睁睁看着我死啊！怎么原来没发觉？你身姿竟然如此好，怪不得沈从对你青睐啊！我跟他什么都没有，
那等你跟他有了什么的时候，记得知会我一声。啊，爸，我们一会儿去趟苏府，有些事情得尽早做，私下里处理。我母亲没开玩笑，她真的在计划弄死苏荣清，我就去找她一趟，让她自己退婚。这么晚去啊？着火了！快救火呀！快救火！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回兄长的话，外面许是走了水。去母亲大人那边看看怎么样？兄长正在练功，这当口身子孱弱，离不得人。无碍，再有半炷香，我便可以收功调息。你去吧。是。快点，跟上！谁？书城，拜见苏公子。深夜来访，请恕在下唐突。此番打扰是为了你我的婚事而来，还请公子宽宏配合，解除婚约。此乃书城欺信于公子，向公子告罪。莫不是世子大人觉得我配不上你？岂敢！个中缘由不便细说，只好当面来谢罪。那若是在下不肯呢？此事对公子来说绝无坏处，只不过书城心中确实另有他人，实在不敢辜负公子。世子殿下若是心中有他人的话，到时候再娶个侧君，我其实也并不介意。我介意，我非常介意。我心里只装了他，没有别人的地方了。那他是何人？一个欢楼的小官。世子大人是要为了一个小官，放弃与苏家的联姻吗？是。我怕世子大人将来后悔。不悔，永远不悔。口气还挺，不过再怎么说也是堂堂舒家世子，怎么能够如此肆意妄为呢？你是谁？怎么是你？你能来，我怎么不能来啊？所以你刚才在帘子后面就看着我出丑啊？其实你刚刚说的那些话，我还挺感动的。不枉我为你杀了苏荣清。怎么样？去公子那儿看看。你杀了苏荣清，不行吗？我来就是为了劝说他解除婚约即可，你何必要杀人呢？哟，你这还心疼人家了？他是我老师的孩子，他没有做错什么。我刚才说的话你都没有听到吗？我和他之间有什么心疼不心疼的呀？刚刚外头那火是你放的吧？咱们一个来杀人，一个来放火，倒是挺般配的。我放火的时候可说了不要伤到人。咱们今天晚上注定要做一对杀人放火的雌雄大盗。他毕竟是我老师的独子，你怎么能如此鲁莽呢？算了，你先走吧。事情已经闹得太大了，我不知道
怎么保护你。自边塞一别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。我们以后永远不分开了，我向你保证。可此次匆匆一面，你就舍得我走吗？舍得舍不得，又能怎样呢？你快走吧，后面的事我来想办法。来人，听着，苏荣清的事是我书城做的，与他人无关。这就是你所谓的想办法？见过世子。世子大人，我等是奉苏大人之命前来保护公子的。我不是说了吗？苏荣清的事情是我做的，与他无关。公子，兄长，你们先下去吧，我有话要单独对世子殿下说。是。他们为何叫你公子？你为何能使唤得了苏府的府兵？沈烨，苏荣清，你们是同一个人。苏荣清，见过世子。你溜的倒是挺快，我差点被人逮住了。你见着苏荣清了吗？他同意解除婚约了吗？我刚刚在苏府看到有个人在指挥救火，那个人长得有点像沈烨的人，好像叫做碧玉，还是什么之类的。但是我后来想，唉，不可能的。除非苏荣清就是沈烨。那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？那他就是一个离奇的不能再离奇的男子了。是啊，他还真是个离奇的男子。你没跟我开玩笑吧？沈烨真是苏荣清？嗯。那这算是好事还是坏事？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好累了，想早点休息了。啊，你这算不算一举两得、两全其美啊？你也早点休息吧。这几日你总是心神不宁的，有什么心事吗？母亲，这门婚事一定没有回转的余地了吗？嗯。那苏荣清一定得死。那是以后的事情了。今日进宫，你只管领旨谢恩，旁的不要管。敢问母亲，上次边塞的事情之后，咱们舒家的势力是否更强盛了呢？女帝那边又是否对我们更加忌惮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孩儿就是想知道，
如果我抗旨，后果会怎么样？你这胆子可真是越来越大了呀！我就是随便问问，母亲不说也无妨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最好把你那些宽厚仁慈收回去。女帝是不会容忍你抗旨的，因为苏荣清就是她安排在咱们舒家的眼线。你对她的任何同情，将来都会变成一把利剑，插在舒家的身上。别忘了你自己是谁。宣辅国公舒柔及世子觐见。参见陛下。接旨吧。是。大楚承天，女帝诏令，辅国公舒柔嫡女舒成，才德兼备，忠君爱国，甚得朕心。若冠已过，逢娶亲之时，朕赐之，与苏齐之子苏荣清成婚。钦此。谢陛下。世子可以领旨谢恩了。陛下，小女得陛下赐婚，想必是高兴的失了神，臣代她领旨。谢陛下恩典。恕臣不能领旨。世子可是要公然抗旨不成吗？舒成，朕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收回你刚才的话。臣不能。成儿，刑部礼部，臣在。舒成，该当何罪呀？你很勇敢，那好，朕就成全你的勇敢。你这抗旨之罪是逃不了了。来人呐，把舒成打入大牢。谢陛下。陛下，小女无知，惹怒了陛下，请陛下恕罪。我看你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还能说出什么徇私的话来？岂有此理！他们舒家真以为他们势大镇主了吗？公然抗旨，胆大包天，他们就不怕朕斩了他们满门吗？母皇息怒，母皇息怒！哼，息怒息怒，就知道让朕息怒，朕要你有何用？既然事已至此，我们不如趁此机会。难道你要朕拿性命和大楚的江山去赌吗？儿臣不敢，儿臣一心为母皇分忧。儿臣只是眼见最近舒家形势越来越嚣张，气不过，而且舒成那个混账东西，竟然敢擅自揣测母皇的意图，还在百姓间颠倒黑白，明明是个俘虏，还被百姓宣传成了英雄。此事若无法加以利用，不妨怀柔。有什么办法说？母皇，儿臣与舒成有同窗之谊，愿前往劝他，让他领旨，再请个罪，莫要辜负了母皇的良苦用心。当然，教训是要给一点的。也好，你去告诉舒家，这大楚，还有他们舒家，都是朕一个人的。记住，别把事情做得太僵，让大家都有台阶可下。你去告诉舒成，朕念他年幼，不与他计较。儿臣明白，儿臣会让他写下认罪折子，再布告天下。
去吧。儿臣告退。陛下，要不让老奴跟着，免得大皇女在气头上跟世子再发生事。随他吧，也许他的手段管用。公子呢？见过家主。快叫公子来。是。母亲大人，你找孩儿。舒城抗旨了。真没想到他会介意到这般地步。这孩子表面上轻了，骨子里可是倔强的很。他明知道皇帝在恼他，他还要触人家眉头，这不是倔强，这是有点蠢。看样子他是真的生你的气了，让他慢慢想通吧。眼下舒家势力正旺，皇上不会对舒家动真格的。想必他也是吃准了这一点，也算是粗中有细。按照他这性子，这以后我还不得日日向他赔罪？内官传出话来，已经派大皇女去训诫了，他只需上个请罪的折子，给陛下一个台阶下，剩下的事我们慢慢筹划。大皇女魏心，不好。说已经让大皇女去训诫了。大皇女魏心，不好，还请麻烦母亲进宫一趟。按照大皇女的性格，她有可能真的会杀了舒城。见过世子大人。已经是阶下囚了，就别世子大人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这里的饭食我清楚，知道你肯定吃不惯，所以我来给你送点吃的。你也不用亲自来啊。同理，没有人比我更熟悉这里了。反正我一个人待着也没事儿，过来陪陪你。不过，你也是挺厉害的。再怎么生气，也不能朝堂之上公然抗旨啊！快吃饭啦，我的小祖宗！来，其实我并没有生气。我懂了，你是为了保护他，对吧？若我母亲说要弄死他，那他就一定有办法。而我的办法，就是不让他进舒家的门。情义可见了。就算是这样，你也不能公然挑战皇上的威严啊。这点底气我还是有的。他不会为难我，至少不会伤害我。也许他现在正在想个法子，如何编织个借口放我离开，让他自己也体面一点。难道本宫的母皇就这么被你们轻视？见过大皇女殿下，千岁千岁千千岁。舒城，母皇派本宫同你商量一下你与苏荣清的婚事。臣要说的，已经在朝堂之上都说清楚了。机会，我已经给过你了。大皇女殿下开恩！大皇女，大皇女息怒了。你们可还记得谁是你们的君吗？臣不敢。你当真要对我动手吗？你是不是以为你们舒家很了不起啊？连我们天家都拿你没办法。我今天就要让你看看，什么叫君，什么叫臣。本宫问你最后一遍，你娶不娶苏荣清？我不娶。好，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来人，给我把他拖下去，先打50大板，最好把他打残废。殿
殿下凯恩，殿下凯恩，殿下凯恩！本宫连你一起处置。母亲大人，如何？大内官说皇上很累，谁也不见。这魏信向来记恨舒城，他是断然不会对舒城怀柔。舒城恐怕是凶多吉少。皇上难道会纵容魏信行凶？皇上是不可能明确下令让魏信那么去做，但是魏信可以先斩后奏，事后仗着自己储君的身份求得一个从轻发落。甚至他会用魏信的命去换舒城的命。我去一趟大理寺，为娘亦是魏信的老师，或许他会顾及我的面子。母亲大人，我怕此事他不会给你这个面子。舒家那边有什么动静吗？舒柔差人去兵部挂单，要去精卫营巡营。这个档口去巡营，是想带人围京吗？陛下此时谁也不见，是想以静制动，后发制人，顺便给自己一个台阶下。看在我们好歹同过窗的份上，我劝你好好听话。你见我舒家谁低过头？我就知道你不会低头，那我也就不劝了。你没有皇上的旨意，不能处置世家子弟，更何况他是舒城。真是个好奴才啊，都自身难保了，还想着替主子说话呢。他是我朋友，他不是奴才。随便吧。慕容婉清，连老师都说你聪明，你怎么就没看出来本宫就是要借机发难，然后杀了舒城？你身为储君，如此任意妄为，不怕皇上怪罪吗？你都说了我是储君，是未来的皇上，杀他舒城一个算得了什么？况且，我早就想杀了他，杀了他，我看还有谁敢不服？慕容婉清也是世家子弟，若你想立位，杀了我足矣。若是动了舒城，怕是你后悔莫及。滚开！没事，心口疼犯，做你的伴侣习惯护着。正好，那我送你们两个一起。大胆，竟敢前来劫狱！沈从。舒柔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真是没想到啊！如今他真要动我们舒家了，我自然要做一些防范。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，形同手足，他怎会对你下手？这里面怕是有什么误会。跟我入宫，当着皇上的面讲清楚。笑话！当初你们把苏荣清嫁入舒家，不就是为了给他做眼线吗？此刻让我入宫，难道不是自投罗网？你怀疑我诱你入宫？来人，在。要不要跟我一同去精卫司巡营啊？舒柔，不可！你调动精卫司，这几乎等同于谋反。你们下去。是。这么多年的交情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你回去告诉他，我只想救女儿，他不动我的女儿，我就不行万难之事。
大内的侍卫都到了，你快带着婉清走。我看你们往哪儿走。舒柔当真是这么说的？回陛下，一字不差。大理寺宁远求见。宣他进来。启禀陛下，大皇女在大理寺已经给舒城世子用了重刑，若再不阻止，世子危矣啊！属实吗？微臣不敢欺瞒陛下。蠢货！朕怎么生了如此一个蠢货？他这是要让朕与舒柔玉石俱焚吗？来人呐，马上回去处置，务必保下舒城性命。是。微臣告退。该生的反制，怕是已经生了。臣已经见过舒柔了，她也是被逼无奈啊。她说了，只是想救舒城。叫舒柔来见朕，朕要当面跟她解释，此事并非朕的授意。微臣当然相信陛下，但她已经去了禁卫营巡营。陛下。老臣愿与您一同去找他。天真呐！此时若朕去见他，那朕岂不是成了他的砧板之肉了？事已至此，传朕的旨意，令禁军守住城门，勿让他的精卫司有一兵一卒进到城门。再传朕的命令。令各州守金秦王。是。舒柔，朕杀不了你，那朕也不会饶了你。陛下，荣清已经去了，他托臣给陛下带话，让您相信他，他会保住陛下，保住大楚的江山。他。你对他的任何同情，将来都会变成一把利剑，插在舒家的身上。如果他这么坚持的话，那我就送他一程，说他是病死的，想必天下人都信吧。婚我毁了，圣旨我也抗了。我知道，跟我走吧。从此你我再无瓜葛。滚！当真？再无瓜葛，我实在做不到。但滚。碧玉，兄长，我。这脸皮真是小。但滚，你还是可以看见的。跳梁小丑。沈烨、沈从兄弟俩，本宫知道你们，不过本宫向来怜香惜玉，把他留下，我放你们走。你这一身，是他弄的？沈烨，本宫说的话你听清楚了没？沈烨听清楚了。沈烨，沈烨，你给我听清楚！我今日不杀你，是因为他与你是什么东西无关。你见过世子，舒大人命我等前来接世子去精卫司巡营。好啊，你们舒家果然是要造反！我要是造反，第一个杀了你！你敢？传皇上口谕。
朕听闻世子舒成身体有恙，很是挂念，特令其入宫休养。世子大人，皇上听闻您受了伤，很是着急，太医们已经在宫中待命，随时伺候。皇上是想以我为人质，让我母亲有所顾忌吧？世子说的是哪里话？皇上是真的担心您呢。再说，您现在入宫也是可以缓解当下局面的。还请内官大人转告陛下，我舒成不愿意成为人质，但我也不会去精卫司为难陛下。来人，送我回府。是。云州部队离都城最近，先锋部队最快3日可到达，输黄的人最快5日。差了2日，这2日我们将会被夹在云州军和御林军之间。如果皇帝在这2日动手，我们恐怕很难撑过这2日的夹击。故而，大人若要以换防为目的进都城，定要兵贵神速。是啊，大人。如今已经过去1天了，还请大人快定夺。我们舒家世代忠良，没想到皇上不分是非，竟要置吾儿于死地，逼我行兵谏这条路，实属无奈。你们若是想此时退出，还来得及。末将誓死追随大人。末将见过舒大人。世子现在如何？是否被纳为人质？回禀大人。世子并未入宫，而是回了府邸。他既没入宫，也没去精卫营，但也算是出了大牢。这让舒柔师出无名，皇上那边也不好轻举妄动。2人可谓是进退两难，这样的局面不好控制。母亲是想做个连环局，然后和棋是吗？妻在心境，为娘此时只盼着和棋，可有心无力呀。舒成在逼他们和棋，现如今，也是他给双方都留下了余地。是啊，入了宫便是掣肘舒柔，他做不出。去了精卫营，舒柔是无后顾之忧，可他也担心会逼得皇上背水一战，所以打道回府才是最好的办法。也给双方都留下了一点脸面。辰儿聪明又善良，不愿见战事发生。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做皇帝最好的人选。连环局已现，和棋有望了。这连环能不能稳住？还需一个台阶，解铃还需系铃，看你们的了。见过家主，见过兄长，世子，主人送信。孩儿还有些事要办。先告退了。此局未完，你要去哪儿？貌似他已经有了破解之法。没有大碍吧？自从你要堕落，要玩苦，我就没有一天省心日子过。每天不是被这个的，就是被那个的。我是什么？马球吗？疼吗？皮肉伤倒是没什么，可是这里越来越疼了。我本来这里就不是很好，受不了什么刺激。
现在每天还要为你提心吊胆的，赐婚你不要，让你入宫你不去，怎么成？抗旨就这么好玩吗？就这么让你上瘾吗？哎呦，整张脸都肿起来了。不过，倒也是对称，不是很难看。走开，走开！哎呀，我就搞不明白了，你抗旨就抗旨吧，那是你的事儿。我就是怎么想都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每次你一惹事儿，受伤最重的总是我呢？这也是我想不到的事。成，虽然我脑子不是特别灵光，但是有些事情我还是看得清楚的。我其实不是那么委屈，但是我是真的替你着急了。我都说了，这是我想不到的事。我想不到我母亲要杀苏荣清，更想不到苏荣清就是沈烨。我以为我舒家此时势头正盛，抗旨不会闹得太大，谁知道搞成了现在这样。我觉得你想不到，只是因为很多事情你掌控不了。我不是说你没用的意思啊，但事实就是如此啊。虽然你贵为第一世子，但是很多事情你就是启禀世子，凤楼沈公子派人送来请帖，说是凤楼即将重开，请世子赏光。该死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居然还重开凤楼！我安排的，走吧，我们现在就过去。什么情况了？你还逛欢楼？我能不能不去啊？今天可能是不宜出门，要不你看看黄历。你放心，我都安排好了。这一次，我要做一些自己能掌控的事。走，成。天气转凉了，兄长还用药膳？许是心里面火气大吧？依我看，兄长是紧张，很紧张。哎，世总，你说世子让我们重开凤楼是何用意啊？他应该不是找兄长吃酒的。不知道世子是会砸还是会烧，被瞒了这么久也可以理解啊。但是，可惜了我们这2日的辛苦，好不容易才收拾好，不知道又搞成什么样。哎，我可是连街坊都打好招呼了，让他们能避就避一避吧，要不然半条街都毁了。哎，要不咱们也避一避吧，让他们自己说，然后我准备个餐，然后你呢去洗衣服，沈总你去谈那位3小姐。哎呀，你又出不了事儿，有你没你差别不大。他的意思是，这种场面，他也要看看热闹的。也是啊，我连零食都准备好了，这种场合不开白不开。你们怎么能这样？难道要等着他看咱们兄长笑话吗？那你走开，你的位置比较好。那不行，我这个位置正对着兄长，不管他们是吵架还是打架，我看得最真切，才不给。虚伪。沈总，你呢？我这个位置挺好的。今日为何这么冷清？启禀世子，前后街道已经封闭，行人极少，未见可疑之人。人家猜得到你要来，所以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吧。不闹大一点，岂不是白来一趟？你又要搞什么事情啊？你在这儿等着吧。
兄长猜到世子会来，但不知道他来干什么。我想，根本就不会吵架，直接开打。哎，我们要不要设一场赌局？如何？你小子胆子越来越大了。哎，你就说赌不赌吧。我赌世子会动手。哎，外面好像有动静了。那么彩头是什么？参见世子殿下。我该叫你什么呢？沈烨，还是苏公子啊？你喜欢叫什么都行，实在不行的话，叫我舒沈氏也可以。我来这里找你，是为了告诉你，我们之间的婚事还是要继续。你猜到了吧？猜到了，但这事儿肯定没这么简单，对吧？对啊，这么简单的话，很难让所有人都满意。世子果然不同凡响，不吵不闹也不生气，完全不按常理出牌。刚刚是谁说世子一定会动手的？对不起，我之前一直以沈烨的身份接近你，就是想你还是能够接受沈烨，毕竟我还是沈烨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要做出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场面。就这么办吧。我请了些观众，帮我个忙，舒沈氏。抱歉，这场戏就得这么开始。手疼啊！的确是有一点。对不起，脸皮有点厚啊。不爱，原谅你了。多谢您宽厚。准备一下吧，我们该出去了。我需要你一点点的演技。那你给我一点点的时间，我需要酝酿一下，不然太虚假了，我演不出来。你这脸皮是真的有点厚。他还真是客气，新开业的时候请我们，现在重新开业的时候又请我们。说是请，但这一次是派府兵来请的，有点像绑票啊。他刚抗旨，舒大人又在禁卫营巡营，形势复杂呀，总不至于是想拿咱们做人质吧？做人质？啊，乔安，给世子大人请安。辛苦你们了。不辛苦，不辛苦，喝个花酒有什么辛苦的？抱歉，我与凤楼的沈老板有了点摩擦。今日我来就是要跟你说清楚，我要娶的人是苏荣清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再无关系，别再纠缠我。哎呀，你们看呐，他不要我了呀！贵呀！哎呀，各位街坊，各位贵人呐，你们看他不要我了呀！哎呀！我多喊2句算你的。哎呀！
本应恩断义绝，世上怎会有如此负心薄义之人呢？哎呀！沈烨的一颗真心都献给了世子殿下，让我当麦当小事都是可以的，世子大人又何必如此绝情呢？哦，原来他是为了先做个了断才抗旨，也算是有血性。是啊，他怎么可能为选一个小官而放弃苏公子呢？是啊，吃不成花酒，但有戏看也不错。演怎么样？放开我吧。删了。这一下是认真的，即便你以苏荣清的身份嫁给我，你我也形同陌路，别再碰我。啊，茶也不算是一无所获嘛。哎，散了，走吧。兄长，兄长，他也说，兄长保重。有话就说。你最后那一下，认真的？我不知道。你悔婚是为了不想让沈烨有性命之忧，但是没想到会变成这个样子，所以你就只能利用沈烨小官的身份唱出戏，对吧？如果不能回到原本的样子，那就将这件事情大事化小，变成一次胡闹。我舒城因为一个小官，一段风流韵事而悔婚，是糊涂，是不成器，但不是对皇上的大不敬。如此一来，皇上才有台阶下，我母亲也就只好收手。巡营就只是一次巡营，等他训斥了我，这事也就了结了。明日一早，这件事情就会传遍整个京城，毕竟那么多人做主。可是，沈烨呢？她要嫁过来，那我就只能恨她，厌她，远离她，让她的心越来越凉。也只有这样，我母亲才能安心，她也才能活得久一点。你这个世子做的还真是不容易。舒家世子一大清早送来的请罪折子，你们看过了？礼部、刑部，还有大理寺，你们怎么看？舒城世子解释得很清楚，他并非存心拒止抗婚，只因儿女情长，一时冲动。微臣认为其罪可恕。依法度，世子确有欺君之嫌，但从奏折上看，悔过之意真切。微臣以为交由舒柔大人多加管教即可。昨晚世子去过那座欢楼，与那小官说得清楚。此次是想先与那小官做个了断，再承陛下美意。在场的多位官家子弟都可以作证。谁在年轻的时候不做几件糊涂事啊？只要他不是真心的欺君抗旨，朕就不会为难他，更不会为难舒家。微臣相信，舒柔母子必会感念陛下宽宏。如此看来，倒是有可能会委屈苏清母子了。舒城是微臣的学生，也算是看着他长大的。这孩子虽然顽劣了一些，但本性不坏，微臣母子不会计较。
启奏陛下，巡营司传来消息，舒大人已经回城了。哦，他带了多少人？只带了1队侍卫，想必是舒大人巡营结束，连夜回了城。他要进宫吗？舒大人已经由军巡护送回府了。对呀，只是日常巡营，有事通报兵部即可。至于这请罪的奏折，就交给礼部去批阅吧。都退下吧。是。苏卿，臣在。如此看来，万事皆是小事，只有孩子的婚事，才是大事。你回去好好准备，这杯媒人酒，朕还是要喝的。是。晨儿见过老师。来了就好，快随为师进来。陛下和大皇女已经到了。身为臣子，竟然让皇上等，容我当面向陛下谢罪。是陛下早到了。他说今天是谢媒家宴，只有同窗好友，并无君臣，尽可自在一些。你那位养在深闺的公子呢？也该让我们见见了吧？不急，此刻尚早，女子众多，吾儿不便露面，还望见谅。苏家的家教还真是严呐，成儿，你说是吧？母亲，老师，晨儿想在这苏园之内私下逛逛。也好，正好我与你老师有话要讲。去吧，若是见到了陛下他们，莫忘了规矩。是。成儿，有些话当着陛下的面，为师不便说。请老师指教。吾儿容卿生性善良，还望你日后好好待他。回老师的话，令郎人才出众，手段高明，晨儿愚笨，还望老师嘱托令郎，不要为难晨儿才好。成儿，说话怎么越发没有规矩了呢？还不退下？晨儿失礼，晨儿告退。见过大殿下。见过大殿下。陛下正在听琴，任何人不得打扰。是苏荣卿在为陛下抚琴。他不是说女子众多，不便露面吗？你这个未婚夫不简单啊！等等。大殿下还有什么要吩咐的？我有几句话想和你说。跟我？
事到如今，你还奢望我们母女俩对你儿子好吗？成儿是我的学生，而你我二人几十年的交情，也不虚假。只当我有求于你们舒家。那我也不说假话。咱们自幼相交，可是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你家公子的真容。原以为是苏家家教严格，公子不谙世事，可没想到，他深藏不露，一鸣惊人呐。奚落的话就不必说了。不是奚落，他的确有本事。这一届的花魁应该是他吧？真有趣呀！我们舒家竟然娶了一位花魁。他对成儿绝无恶意。恶意与否，我不知道，但深意是有的吧？而这份深意到底承自谁？你，还是皇上呢？本来我想要母皇治沈烨的罪，让他训斥了一顿。一直不知道这家伙有什么来头，直到刚才，我看到了苏荣清的脸。初见的时候，我比大殿下要惊讶得多。那接下来的话，也就没什么所谓了。母皇看他的眼神，很是疼爱。除了他，母皇没用这样的眼神看过任何一个人，不管他是沈烨还是苏荣清。都与我母皇的关系非同寻常。大殿下为何要跟我说这些？你不介意吗？不嫉妒吗？本宫嫉妒。他既然也骗了你，我们将来不如找个由头，将他杀了如何？我的确憎恨你，更讨厌舒家。但我现在更憎恨他。你的棋艺精进了不少，隐隐有你父亲当年的影子了。你做得对，对于舒家和舒城，朕是有些心急了。陛下乃是万金之体，岂能在荣清面前认错？你是朕的儿子，一家人不必拘泥了。舒家经营多年，势力盘根错节，你需要一点点从内部将舒家瓦解。你名义上虽是苏启的儿子，又即将成为舒城的主君，即便外人对你心存怀疑。不过，于外人看来，在任何时候，你都是根深蒂固的舒家之人。还请陛下明示。朕给你1年的时间，在这1年里，朕会与舒柔周旋，而你，要和舒城生个孩子。在那之后，无论你用什么法子，舒城都一定要死。到时，你的孩子就会成为舒家唯一的继承人。我会除掉舒柔，而你就会成为实际控制舒家的人。陛下真是好手段，不除舒家，只除舒柔母女。有了你，朕面对的就不再是整个舒家的势力，于天下，于朝堂，朕都能应付得了。若你为难，舒城之事，朕也是一定要办的。你以为如何呀？遵旨。好了，也该去见见他们了。陛下先请。朕与你一同去。
儿臣参见母皇。微臣参见陛下。既然人已到齐，就随朕一起去见主人家吧。是。是。此时，有嫉妒的感觉了吗？你这么聪明，难道看不出他与我母皇之间的关系吗？他的事与我无关。我不聪明，我笨得很。今日是家宴，大家不必拘泥。苏青、淑清，你们二人自小与朕相伴，如今你们两家又结成姻缘，朕甚是高兴，贺你们！谢陛下。谢陛下。成儿，微臣在。礼部下的礼单是按皇子的规仪。陛下不可，这是僭越，请陛下收回恩宠。朕意已决，都不用劝了。成儿，朕望你成家之后能与荣清好生过日子。荣清，小人在。允你一个心愿，朕定尽力帮你达成。多谢陛下。可小人的心愿刚刚已与陛下说过，小人只想与世子殿下好生过日子。好啊，孩子们心意相通，正如咱们君臣同心，朕心甚慰。这就吩咐礼部赶紧安排，让他们二人早日成婚。谢陛下。